市、棺材坊、牛头、马面。大家好，我是松蜜。烟云16声这次朔风新岁的活动，大家开始干了吗？如果你还在烦恼怎么快速获得这些限时奖励，那你看这支影片就对了。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单人速刷鬼市棺材坊，用最短的时间把牛头跟马面这两件限定时装一次带走。我们先来看活动时间，这次朔风新岁的活动会持续到2026年的1月5号。但棺材坊的活动是到2026年的1月2号，结束日期不太一样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时间。这次活动核心目标是获取活动货币，新岁前用来兑换新岁商店里的各项商品。全部的商品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牛头时装，它长得非常的霸气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外观收集控，绝对不能错过，因为这是活动限定，以后会不会复刻，什么时候复刻，目前都无法确定。除了牛头，商店里还有袅袅之音、绕梁之音跟心法心得等实用商品，都很值得花时间来获得。而且在打新岁前的同时，我们还能顺便完成成就，一马当先，直接入手另一个时装马面。接下来说一下前往方式，我们前往鬼市棺材坊有两种方式。第一种是透过活动页面点选单人游玩或前往配对，第二种是肉身跑图，直接从鬼市跑到棺材坊。这里强烈建议千万不要用跑的，不要肉身跑图。现在鬼市棺材坊的牌桌常常发生灵异事件，看起来是空桌，但其实有人怎么做做不下去。我想这一定是官方为了要还原鬼市氛围，故意搞的神秘感。哈，你说是 bug？ 没有，是还原鬼市。总之呢，直接从活动页面进入最保险。我也帮大家测试过了，就算你进度还在清河，鬼市的任务都还没解，一样可以透过活动页面直接进入棺材坊解任务。在进入速刷教学之前，先简单说明一下棺材坊的玩法。这里的规则是从叶子系延伸出来的，但棺材坊版本改变了一些规则，也新增了独有的规定。棺材坊本质就是一种吹牛玩法，每回合左上角都会显示安全牌数字，玩家只能针对该数字进行吹牛。举例来说，我这轮安全牌是2，不论你实际丢出什么牌或丢几张，系统都会强制你喊出2。牌组中黄色牌是万用牌，能替代任何数字。棺材坊这边跨位质疑成功的惩罚也是比较特别的，只要你不是出牌者的下家，却成功抓到对方吹牛，那么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都是需要喝毒酒。另外，只要场上触发质疑，不论成功或失败，该局都会结束，并重新发放5张手牌，同时更换新的安全牌号码。那么理解完该怎么玩之后，我们该选择多人配对还是单人游玩？我的结论是，想最快拿满奖励，请直接选单人游玩。主要原因有2个，第一个是多人模式变数太大，真人玩家出牌不按常理出牌，节奏很难掌握，一局下来会拖太久。第二点是解任务效率较低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要解首次喝到毒酒的任务，在多人模式下，就算你第一杯就喝到毒酒，你还是要坐在那边等其他3个人慢慢把牌打完，非常浪费时间。加上现在牌桌有 bug， 你只能透过活动页面去配对，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找张桌子快进快出来刷任务。在单人模式下就完全没有上面的问题，因为对手是3名电脑玩家。经过我跟2位朋友实测了超过100场，我们总结出了2条 AI 规律。第一条是 AI 质疑玩家的几率很高，体感几率大概有80到90%。基本上你每次出牌，他们都会质疑你，所以如果你是要解喝第一杯毒酒就要喝挂的任务，可以故意出假牌让 AI 来质疑你。如果你没成功喝挂，就马上退出牌局，再重开一次单人模式，这样就能迅速解完新岁前任务跟码头成就。第二条规律是 AI 出2张以上的牌，假牌几率很高，体感几率为70到80%。虽然没有到每一次都是假牌，但只抓对方出2张以上的牌，质疑成功的几率算是蛮高的。这2条规律在我们自己的测试中准确度极高，大家只要利用这点，打牌就像开了读心术一样，想赢想输都能自己掌控。接着是我自己体感的第3条规律，单人模式的酒特别毒，因为我在多场测试中常常都是第一杯毒酒就直接挂，但我把这条规律告诉我朋友的时候，他回我说：“我可是为了码头成就进进出出快50场了，我第一杯一直喝不挂。”所以我现在也很纳闷，到底是我朋友毒抗太强，还是单人模式的酒其实跟多人模式一样都是假酒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一下，你们到底玩了几把才成功拿到码头成就，让我知道我朋友是不是那个唯一被系统毒心的玩家。
以上就是这次朔风新岁观采访的速刷心得。在影片结束前，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本频道顺利突破1000人的订阅，并且正式开启盈利功能。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与支持，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动力。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点赞或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Somi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